俄罗斯不止坦克拉胯，就连潜艇部队都不行了。波罗的海地区，瑞典逮到了一艘俄军基洛级潜艇。这艘潜艇刚从大贝尔特海峡溜进来，就被瑞典海军全程死亡凝视。结合前段时间俄罗斯新罗西斯克号被公开处刑事件，俄罗斯海军最后的遮羞布也要被扯下来了。Next A 新闻报道，瑞典在波罗的海发现了俄军的一艘基洛级潜艇，并对其进行了全面追踪。有分析人士认为，这就是之前在英吉利海峡被发现的新罗西斯克号。从路线来看，这并非不可能。9月份，新罗西斯克号就在地中海浮出水面，据称因为机械故障，柴油漏进了底舱，随时有爆炸的风险，成了一个移动的炸药桶。由于缺零件没法修，只能被迫上浮，直接把柴油排进大海里。这下就尴尬了。本来新罗西斯克号是黑海舰队的，因为乌俄战争的原因，土耳其海峡不让过，回不了家，只能绕一大圈，从大西洋返回俄罗斯西部的基地。从地中海到英吉利海峡，再到现在的波罗的海，刚好能对上。结果这一路上演了一出潜艇囧途，时不时的冒头排油，被北约抓了个现行。对此，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直接提点输出，俄罗斯海军在地中海几乎荡然无存，一艘孤零零、破损不堪的潜艇正在一瘸一拐的返航。现在这情况更像是在寻找最近的修理工。对于北约的嘲讽，莫斯科当然不能忍，黑海舰队新闻处赶紧发声明，说潜艇好着呢，没毛病。之所以上浮，是因为根据国际航行规则，潜艇在通过英吉利海峡时必须上浮。欧洲媒体别瞎说，今日俄罗斯更是反将一军，说北约被浮出水面的俄潜艇吓到了。好家伙，这波回应主打一个精神胜利，只要我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不过俄罗斯自己的频道称，北约说的没错，新罗西斯克号存在很大的技术问题，燃油系统坏了，修不好。事实到底是什么，火力军也就不多说了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乌俄战争打到现在，俄罗斯海军其实是一直在变弱的。水面舰艇这边连5000吨级的护卫舰都造不利索，唯一能拿出手的、真正有威慑力的，就是他的潜艇部队。比如这艘新罗西斯克号，之前也是有战绩的，能发射携带核弹头的口径导弹。当年在叙利亚，他就用口径导弹威慑北约，结果现在不行了，缺少维护，还要面对乌军时不时的袭击。这一路的颠簸就是最好的证据。而且火力军估计，就算这艘潜艇挣扎着回到波罗的海的基地，能不能修好还是个问题。一场乌俄战争把俄罗斯常规军事力量的底库扒了个干净，连最核心的战略威慑能力都不行了。正是看透了这一点，北约现在显得游刃有余。就像北约秘书长说的那样，我们的经济规模是俄罗斯的25倍，军事实力远超他们。总的来说，这次的波罗的海事件看起来只是个小插曲，但背后反映出的却是俄罗斯战略力量的窘境，这比战场上的实力更麻烦。